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进攻行动出动了更强烈的武器，图22M3轰炸机携带3吨级巨型航空炸弹，轰炸留下了超大型弹坑，对亚速营造成了沉重打击。一起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擦虎，我是虎妞。根据俄罗斯官方的消息，针对在马市仍然负隅顽抗的亚速营和乌军，以及少量的国外雇佣兵残余分子，俄军已经放下了怜悯，使用了马市开战以来威力最大的武器图22M3逆火战略轰炸机和 FAB3000巨型航空炸弹。从4月15号开始，图22M3便针对亚速营盘踞的钢铁厂进行了毁天灭地的大轰炸。从发布的马市上空侦察画面看，仅一架轰炸机投掷的炸弹就在钢铁厂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此次针对亚速营盘踞的钢铁厂，俄军已经把自己的家底全部亮出来了，包括 FAB3000巨型航空炸弹。这种炸弹威力无比，装药量 1.4 吨左右，加上 1.6 吨的铸造弹体重量，专家认为一发 FAB3000巨型航空炸弹的威力等同于俄军30发203毫米榴弹炮的炮弹，基本上是俄乌战争中最大当量的武器。这种炸弹是苏联时期研发的，于二战结束后开始进入苏军服役，是一种专门用于摧毁敌方工业设施、城市和港口的大型武器。直接的爆炸威力破坏范围为50米，而破片和冲击波的覆盖范围可达到260米。俄军使用这种武器轰炸亚速钢铁厂，就是考虑了其充足的毁伤能力。毕竟，苏联在冷战时期在马里乌波尔地区建设钢铁厂时，就考虑到了可能会遭受北约的袭击，因此做了一定的防御处理。钢铁厂可以防御小当量的炸弹袭击，所以亚速营走投无路后，才大批量前往钢铁厂设立防线。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在马市没有第二个比钢铁厂适合用作防御设施、抵挡俄军进攻的据点了。当前 FAB3000巨型航空炸弹只能由图22M3炸弹机携带，俄罗斯的武库内差不多还有上千发 FAB3000巨型航空炸弹待使用，正好此次全部用上，丢到马里乌波尔钢铁厂内，给亚速营送点俄空天军的问候。英媒认为，俄军使用 FAB3000巨型航空炸弹可能是俄乌战争双方之间的一个演变信号，这表明俄军现在已经加强了杀伤性武器的使用。英国国防部则声称，俄罗斯对非制导武器的持续依赖降低了他们在瞄准和进行打击时的辨别能力，同时大大增加了进一步平民伤亡的风险。不过虎妞认为，这种说辞完全是胡说八道。俄军这近2个月的时间打了近1500发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比你英国全国库存翻个倍还多，发射的导弹数量超过美国前20年战争中发射的巡航导弹总数。直到现在，俄军的高精度导弹依旧没有消耗殆尽的迹象，还在敞开口接着打，储量和生产补充能力之强大可见一斑。而且，俄军使用 FAB3000巨型航空炸弹，是因为钢铁厂的坚固工业设施不易被小当量精确制导武器毁坏。至于大大增加平民伤亡的说法，也是有待商榷。钢铁厂压根儿就没平民，而且开战前就倒闭停工了，职工什么的早走光了。现在钢铁厂就是亚速营和乌军残余，以及西方的雇佣兵，甚至是北约军事人员的栖身之地。FAB3000巨型航空炸弹针对的是这些家伙，而不是什么平民。现在钢铁厂基本上让俄军彻底打烂了，经过数十天火箭炮、榴弹炮以及轰炸机的轮番打击，钢铁厂大部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亚速营遭到了毁灭式空袭，钢铁厂内是肉眼可见的一片火海。可以说，现在的亚速营应该改名叫亚速排或亚速连才更对味。根据乌军幸存人员拍摄的视频看， FAB3000巨型航空炸弹的威力得到了有效的体现。一发 FAB3000巨型航空炸弹在钢铁厂内的空地爆炸后，直接炸了个大约宽40米直径、深9米以上的超级大弹坑，周边的树木已经让炸弹产生的冲击波彻底的扫平，而大弹坑的底部区域直接积聚成了一个迷你湖，往下还有深度被积水覆盖。虎妞认为 FAB3000巨型航空炸弹威力大的有点过了头，
很可能是这枚炸弹连带引爆了周围的弹药库，所以才炸出这么大的坑。当然，这也能从侧面说明俄军的轰炸是精确有效的。要虎妞来说，现在俄军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对马市的争夺。政治上，如果消灭亚速营，将使俄军和东乌民兵完成报仇雪恨的目标，从而士气大振。俄境内需要一场大捷，扫除莫斯科号沉没的阴霾。军事上，歼灭马氏的亚速营和乌军部队，可以使得俄军腾出手来，抽调兵力进行下一阶段的东乌地区攻势，同时开辟一条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走廊。不然，克里米亚仅靠一座桥维持着与俄境内的联系是不太保险的。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控制权，毋庸置疑是势在必得。